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北极呀。本期给大家讲一部奇幻冒险电影《佩小姐的奇幻城堡》。杰克很小的时候，爷爷一直都会反复的给他讲一个故事。在一个神秘的小岛上，有一个儿童之家，那里的神奇宝宝都有着各种各样的超能力。有可以变成小鸟的院长，有力大无穷的萌妹，有张嘴就能吐出蜜蜂的男孩，有体重比空气还轻的女孩，还有可以一直隐身的人等等。因为过于玄幻，长大的杰克便选择不再相信。直到有一天，杰克的爷爷被怪物挖去了双眼，奄奄一息之时，他让杰克自己去小岛探索事情的真相。而且当时他真的看到了爷爷口中的怪物，这也更加坚定了他要去儿童之家的心。当初杰克的父母根本不同意他前去小岛冒险，但最终在心理医生的建议下，他们还是向杰克妥协了。就这样，杰克开启了他的奇幻冒险之旅。他那酷爱研究鸟类的父亲愿意陪他一起去，两人一路乘船来到了神秘小岛。但到了这才发现，儿童之家在1943年9月3日被炸毁了，这里成了一片废墟。杰克很疑惑，爷爷为什么要他来这个废弃的地方呢？结果第二天，他鼓起勇气走进了破烂不堪的城堡。结果在这里，他真的见到了爷爷说的故事里的人。原来爷爷说的都是真实存在的，并且在他的带领下，杰克完成了第一次穿越。他们一起回到了1943年。拥有超能力的神奇宝宝们一直生活在时光圈里，他们的每一天是1943年9月3日，他们每一天都重复着一样的生活。在这个圈里，他们永远也不会变老。但是只要离开这个时光圈，他们就会迅速回到真实的年龄。接着他们来到了以前的儿童之家，杰克也终于见到了院长佩小姐。佩小姐可以完美的操控时间，她用自己的技能将时间永远的保留在了城堡被炸毁的前一天，还给杰克展示了一次自己的重置时光圈。佩小姐按下时间表，时光就开始倒流。在这里，杰克还看到了许许多多神奇的人，有可以徒手烧开水的小女孩，有看一眼就能将人变成石像的双胞胎，有随时吐出蜜蜂的小男孩，有用后脑勺吃鸡腿的吃货，有可以控制植物生长的软妹，还有可以随意操控木偶的伊诺克等等。可以说这里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他们做不到的。在这里，杰克着实长了见识，所有人都很欢迎杰克的到来，唯独傲娇的伊诺克有些吃醋，可能是怕杰克和他抢艾玛吧。艾玛就是那个体重比空气还轻的女孩，给她拴根绳子就可以放风筝使了。但我想知道她是怎么上厕所的呢？原来她总是穿着一双重100斤的铁鞋，这样不仅不会被风吹走，还能在地面上正常行走。所以以前很喜欢杰克的爷爷，后来爷爷走了，他受伤很深，就发誓再也不爱了。但现在见到和爷爷有几分相似的杰克，又不禁心动了起来。晚上，艾玛将杰克送回了现实世界，拍了张合照后，他俩就分开了。回到旅馆后，杰克拿出了爷爷的信，信件告知佩小姐他们即将会有危险，于是杰克偷偷地跑了回去，想要帮助他们。佩小姐他们似乎有什么秘密，不想让杰克知道。杰克问遍了所有人，都没有人告诉他。最后是艾玛带着他去了秘密基地，那是一艘沉入海底的大船。拥有控制空气的他将这里的水排空，最后搬出了一个箱子，说是杰克爷爷留给他的。通过里面的照片，杰克发现原来除了佩小姐，他们还有一个种类的古怪人，他们是坏人，因为变异失败，需要吃掉神奇宝宝的眼珠子才能维持人样。杰克的爷爷一生都在追捕他们，直到杰克出生，爷爷才选择了离开。为了保护神奇宝宝们，佩小姐每天都来到海边，射杀一只他们看不见的怪物。而杰克也终于知道自己和爷爷的超能力就是可以看到原本隐形的这些怪物。佩小姐意识到危险即将来临，于是想要带着孩子们离开，千算万算就没算到坏人就在身边。原来杰克之前的心理医生就是怪物的首领，他们用杰克威胁佩小姐，让佩小姐变回时间鸟，和他们一起去做长生不老实验。佩小姐为了保护杰克，当然是选择妥协，她用自己交换了人质。晚上怪物来袭，敌我力量悬殊，杰克就带着孩子们逃走了。很快就要到炸弹轰炸的时间了，而怪物还在后面穷追不舍。杰克成了大家的新领导，让软妹将植物放大，大家顺利离开城堡。没有了时间重置，城堡被炸毁了，时光圈也被摧毁了。离开了时光圈，神奇宝宝们不久就会老去，于是他们一起来到了艾玛的秘密基地，准备起身找寻下一个特定时光圈。神奇宝宝们用各自的超能力启动了那艘沉船，有了爷爷当年留下的地图，他们成功来到了爷爷提到的2016年的新时空，那是在一个游乐场里，却不巧偶遇了坏人怪物们。杰克将几个怪物引了出来，大家用扔雪球的办法让隐身怪物们现出了原形。
这样大家就都能看见他们了。伊诺克则用超能力控制了沉船里的骷髅，和怪物们上演了一出植物大战僵尸。骷髅当了正牌，看起来还有点可爱。这场面简直惊掉了吃瓜群众的下巴，纷纷四处逃窜。想一下这个场面，某天你在游乐园里快乐的玩耍时，忽然不知道从哪里跑出来一群骷髅在那里蹦蹦跳跳，这要是我，估计是会被吓尿的。最后在神奇宝宝和骷髅们的齐心协力下，终于将怪物打败了。杰克也将变成时间鸟的院长们都放了出来，不料杰克被怪物首领克隆了，两人一模一样，谁也分不清哪个是真的杰克。这时突然来了一只侥幸逃生的隐身怪物，因为只有真杰克才能看见怪物，所以他不动声色地后退了几步。怪物刚愚蠢地将自己的老大假杰克咬死了，而真杰克也趁机掏出弩箭杀死了最后一只怪物，战役就这样结束了。神奇宝宝们也进入了新的时光圈中，任务完成，杰克不得不和大家告别，大家都很舍不得他，就连以前傲娇的伊诺克也放下了偏见。但没办法，杰克本不属于这个时空。结束后，杰克就回到自己的世界了，因为把怪物们团灭了，这也就重塑了历史。所以这个世界，杰克的爷爷仍然活着。杰克找到爷爷，并把自己的经历说了出来。爷爷听完后，知道他已经喜欢上了艾玛，于是给了他一笔路费，让他回去找艾玛。他拿着时光圈的地图，一个一个的排查，穿梭了世界各地，最后终于再次回到了1943年，找到了艾玛。从此他们过上了没羞没臊的快乐生活。或许爷爷鼓励杰克去找艾玛，是想让他代替自己去好好弥补他吧。但不管怎么样，最后也算得上是圆满的大结局了。好了，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喽，咱们下期见，拜拜。